第1144章灵魂操控。这接下来的考核名为灵魂操控。圣长老笑眯眯地望着萧炎四人，然后从那戒中取出一枚漆黑色的铁珠，铁珠表面极为光滑，而且看上去没有半点的光泽度，黑漆漆的，给人一种极为沉重的感觉。这是由魂钢制而成的珠子，名为侧魂珠。这种东西如果用手来拿的话，很是显得轻巧，但对于灵魂来说却是宛如千斤之物。在这灵魂操控开始后，天花板上会洒下众多的侧魂珠，而你们则是需要不使用斗气，光使用灵魂力量来将之支撑而住。事后谁接下的侧魂珠最多，那么他便是此项考核的最佳者，以此类推来评名次。说到这里，圣长老先是看了一眼曹颖，然后目光转向萧炎，笑道：这灵魂操控的测试也是由曹颖所留下的记录，当年他一次性接下了89颗，这个记录至今未被人破去。听得圣长老的话，全场一道道目光顿时汇聚在了萧炎身体之上，他们很想知道当年曹颖所留下的这些记录，今日是否皆是会被这个名为萧炎的年轻人全部给破去。哼，这些人倒也是太高看那家伙了，先前定然是他运气好方才搞出了那等成绩。曹丹嘴角抖了抖，压低了声音冷哼道。曹颖瞥了他一眼，漫不经心的道：这个萧炎的确是有本事的人，并非是依靠好运，我倒是很想看看这次的灵魂操控他能够取到什么样的成绩。魂值的大小代表着一名炼药师灵魂力量的强大与否，但真正的炼药师却并非只是看谁的灵魂力量强，想要炼制出高阶丹药，还需要对灵魂力量异常敏锐以及炉火纯青的操控，否则的话就如同拿锯锤砸鸡蛋一般，力道是够了，但蛋也碎了。只有一个灵魂力量强大并且灵魂操控力异常熟练的人，方才能够真正的称之为炼药宗师。怎么样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圣长老笑望着萧炎等人问道。闻言，一行人皆是缓缓地点了点头，灵魂力量缓缓在眉心处涌动，随时准备着爆发而出。给几位一个提醒，可千万不要妄想一次性将之完全接住，分散灵魂力量，在这种考核中可是最为愚蠢的行为。圣长老认真地提醒了一声，然后身形猛地闪掠而退，而在其身形退后间，大殿上方的天花板处却是咔咔地露出密密麻麻的漆黑孔洞。片刻后，铺天盖地的漆黑色铁珠从天空之下宛如暴雨一般倾泻而下。刷刷！望着那如暴雨般倾泻而下的侧魂珠，萧炎等人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各自闪掠而开，然后彼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心头一动，磅礴的灵魂力量便是自眉心中暴涌而出。因为先前圣长老的提醒，因此萧炎并未将灵魂力量分散成网状，而是凝聚成一只无形大手，闪电般的抓向半空中那密密麻麻的漆黑侧魂珠。当然，或许用拈来形容要更加的准确一些，因为无形大手并没有胡乱的一把乱抓，而是在找准目标之后，两根无形手指闪电般的掠出，然后将之稳稳地捏在了双指之间。第一枚侧魂珠刚刚入手，萧炎便是感觉到那由灵魂力量所化的无形大手陡然一沉，那枚侧魂珠甚至半个身体都是陷进了灵魂手指之中。果然好重！察觉到这一变化，萧炎心头也是一凛，目光飞速扫动，却是见到那白鹰与秋季二人正有些狼狈地躲避着侧魂珠的砸落，他们头顶上那散开的灵魂力量几乎没有令的侧魂珠有半点的迟缓，直接就是被洞穿了去，显然是因为灵魂力量过于分散的缘故。除了这二人外，曹休与丹轩但是要好上不少，虽说第一次略微有些显得手忙脚乱，但马上便是进入了状态，将灵魂力量尽可能的凝聚在一起，然后不敢贪多，一枚枚的接着那些从天空坠落而下的侧魂珠。萧炎在接下了第一枚侧魂珠后，倒是显得镇定了不少，对于这侧魂珠的重量以及特性也是有了一些了解。当下心神一动，灵魂大手呼啸而出，带起低沉的破风声，一枚枚漆黑的侧魂珠不断的被之抓住，然后轻飘飘的悬浮在其身旁。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。望着那不断加入萧炎周身盘旋的黑色珠圈之内的侧魂珠，大殿之内的那一道道目光也是变得紧张了起来，不断的在心中暗自数着侧魂珠的数量。43、44。在萧炎周身还在源源不断的有着侧魂珠加入时，秋姬与白鹰那边却是逐渐的因为灵魂不堪重负
而不得不退出。而在他们退出时，他们面前分别悬浮着31枚以43枚的测魂珠。在秋姬与白鹰退出之后不久，曹休也是无奈退出，他面前悬浮着56枚测魂珠。随着曹休的退出，场中便是只有了萧炎与丹轩还是坚持。不过后者随着测魂珠不断的落下，其脸色也是逐渐的有些泛红起来，呼吸也是悄然加剧。呼，再度坚持了几分钟，丹轩终于是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瞥了一眼面前的悬浮的测魂珠，刚好66枚。咚咚咚，一口气从喉咙后中吐出，丹轩也是感觉到自己灵魂力量已经被施展到了极致。这种时候，只要再加1枚测魂珠，那么他便是会成为那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的骆驼。心神一松，灵魂力量也是悄然散去，那悬浮在丹轩面前的测魂珠立刻失去了力量支撑，砰砰地掉落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在丹轩自动认输时，萧炎也是微微一笑，停止了继续接收测魂珠，手指轻刨着面前的众多测魂珠，而后者也是高速地在其周身旋转而起，发出呜啸的狂风之声。93颗，承让了。手指轻轻一点，旋转的魂圈徐徐停止，萧炎屈指一弹，那众多测魂珠便是掉落而下。旋即他对着丹轩等人抱了抱拳，微笑道。面对着萧炎的微笑，丹轩等人倒是只能苦笑一声，看他这般从容模样，明显是未曾真正的尽到全力。但即便如此，这番成绩已经是再度刷新了曹颖所设下的记录。白鹰面色铁青，但却已经不敢再说丝毫的讽刺话语。萧炎这2轮的表现已经让得他非常明白后者的实力的确是远非他能够比喻。啪啪，随着萧炎周身测魂珠的落地，大殿之内顿时响起了一片响亮的掌声。萧炎这2番表现足以让得他们明白，叶家得救了。在那众多喧哗掌声中，曹颖唇角也是微掀，美眸凝视着那道略显削瘦的背影，眼中有着一抹淡淡的火热。这些年能够让得他正式为对手的同辈炼药师中，以前只有着丹家的那小丫头丹晨一人，如今或许又是得多了一位叫做萧炎的年轻人。圣长老笑眯眯地望着萧炎，脸庞上有着掩饰不住的满意表情。93颗，比起当初的曹颖依旧要多出4颗，而且从萧炎那从容表情来看，明显只是随意而为，并未真正的尽全力。不错不错，圣长老笑着连说了2个不错。到了他这一步，对权势什么的倒是变得淡了许多，他更喜欢看见的还是丹塔有着越来越多的杰出年轻人涌现出来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丹塔的活力与潜力。这第2项，萧炎依旧保持第1，丹轩第2，曹休第3。听得场中圣长老的宣布声，叶家席位上的叶仲与辛兰脸庞上的笑容也是越发浓郁了起来。萧炎的表现从头到尾都是出乎了他们所有人的意料。此次的5大家族考核，萧炎让得他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力压群雄。场中圣长老抚了抚胡须，笑眯眯的道：灵魂力量是炼药师的根本，但我们这考核不仅需要测验灵魂，还得需要展示灵魂的攻击性，毕竟这也是炼药师不错的攻击手段之一。最后的考核很简单，你5人进入此圈，彼此使用灵魂力量交手，谁能最后留在圈中便是胜利者。圣长老指着场中的一个足有10丈宽大的红圈，笑着道。闻言，5人皆是点了点头，刚欲进入其内，一道娇笑声却是突然在大殿之内响起。圣长老，曹家想要中途换人，不知可否？大殿之内所有目光猛地转移，最后顿在了那玉手撑着桌面，娇躯微微前倾，露出诱人曲线的曹颖身上。圣长老一怔，眉头也是微微皱起。哥哥，圣长老，按照规矩，上一届的冠军所属家族有着1次换人的资格，请放心，我不会胡来，只是手痒，想要试试。而且你也可以当曹家已经弃权，最后的结果只需要将曹家剔除便可，不会影响到考核的结果。怎样？曹颖抿嘴轻笑，最后的轻声细语却是明显对着萧炎所说。